再讲个小主题这个主题叫什么呢？就是很多弟子也好，做书院的也好，问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希望师父给一个话答下一步用手做回答完毕。不是问下一步该怎么干吗？工作各方面怎么干？用手干啊，难道用脚干啊？肯定是用手干呗。好，咱不开玩笑啊，咱说几句正话。问怎么做？这个问题，这个问，这个就有问题。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就这个问，就透露出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相信过于依赖技巧、技术、方法。尽管我之前也说过，不要那么迷恋方法，不要那么过于依赖所谓的技巧、技术，但是说了是说了，一到40中，大家还是习惯性的依赖只要师父给我讲一个方法，讲一个技巧我的工作各方面就一下子就会石破天开不是那样的。不要迷恋方式方法，或者说方式方法是一个法无定法的法没有什么固定的方法适用于所有人的所有地域的方法，没有的，没有这样的方法，我给不了你们。我能给你们的是另外的话。什么话呢？就是练好内功，做好自己，这是终极方法。前天我也到这个人民书院来了呢，就也讨论到这个问题。我就举了一个例子。我说我前几天才去过川西色达县腊龙沟武民佛学院。那武民佛学院现在发展到了超出大家想象的程度，可以说是门庭若市，人头攒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街道，每一个就是只要它是这个佛学院的地方，都像赶集一般，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就是一片蒸蒸日上，这欣欣向荣之状我说你们知道去色达武门佛学院有多远吗？有多困难吗？困难超出你们的想象。我把它比喻为如同去南极一般之艰难，之遥远你就感觉到你去了个南极就那么遥远，那么艰难，而且它海拔4000多米。海拔4000多米是生命的禁区，就连我去都有高反，都喘不过气来。我在高原待了多少年了，都是如此。普通人去据我确凿所知，就有不少于3例，但不是现在，是若干年前到了那里当场高反，当晚死去当天晚上就死了，高反死。据我所知是3例以上，我不知道的肯定很多也就是说每年都因为去色达，到了色达就丢掉小命的人每年都有。即使如此，还有更多的人发了疯的包车、包飞机，甚至磕着长头路要去奔赴色达。为什么？色达用了什么技巧还是技能？用了什么手段？什么都没有，就是因为那里有大师，有法王如意宝、净美彭措大师，人格的魅力、成就的魅力，吸引了这么多的人，
成千上万上十万，他一开法会就几十万人啊，冒着雨雪，冒着雪在草地上听法，冻得瑟瑟发抖，也不愿意离去啊。这就是魅力，这就叫内功。那么我们变成了好好成长，好好修行，把自己变成法王如意宝第二，你们家也会这样，门庭若市，你家门口的那条街道肯定从早到晚都堵车啊。所以不要再问我方法了，只问我如何成长，如何把自己变成大师。如果你把自己变成了王阳明啊，你一定会门庭若市的，一定会有成群结队的人包着飞机，包着车，乃至于磕长头，目标是你家啊，你的家，你的住处就会成为千百万人磕长头的终极目标所在啊。不要问方法，只问成长。因为在保住这个基本生活，尤其像书院在保住基本生存的前提下，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成长自己啊，10年、20年，非要成长成功为止啊。到时候用我们的实力，用我们的正量啊，如果你在你家门口的那个小山上踩几个脚印，你看看有人来不啊？有人包飞机来不？有人打的来不啊？肯定会把你住的那条街道堵得实实的所以不要问我技巧，没有技巧，没有方法，只有实力。把自己变成那个有实力者、真智者、真大师、真成就者啊，自有无量无边的众生赶都赶不走，围聚在你身边，到时候你会愁死，怎么这么多人啊？愁死，就像你们现在愁没人一样。那个时候你们就会愁人太多啊！你们的书院再偏僻，偏僻不过五明佛学院吧？啊，这个世界上没有偏僻过五明佛学院的地方，南极都比五明佛学院好去一点，太难了，每一次去都艰难的各种艰难，就这10万人10万人的往上涨，每年增加10万人，就这个比例在往上涨，愁死了，没地方住，没地方站的地方都没有，就这还是四面八方乌泱乌泱的人，昼夜不停，风雨无阻的往那个荒山山谷里赶非到达不可，哪怕到达了就死，我也要到达这就叫实力。用实力说话，不要用方法，没有方法，没有技巧。所有人要把信念放在实力上我们只信任实力，只信任真才实学，只信任真实成就，不要再相信这些广告或者怎么样当然这个小广告还是可以，但是不要太过指望它年轻性的可以，但是从内心中不要以为一个广告就能够怎么样，那个东西不可靠的很。所有外在的形式技巧别人用的我们都可以用，但是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这些东西都是临时的有限的方法。最终极的，我们的书院，我们的个人要想站起来，要想顶天立地，要想活出一片灿烂，活出一个新天地，
非要拿真才实学不可，非要有真才实学不可，这个是绕不开的啊。所以不管是5年、10年、20年，都要去为此目标而奋斗，心无旁骛，非要把自己整成一个造就成一个大师而后已。